真是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。他这一来，就要把我这百花会给弄秃了。刘贤，住手！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堡，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。这长子死在这里，不太好吧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死在雪月城。我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你有一柄好剑，跟着我一起来。这才是真的风雅。这是若一剑舞，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。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。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。四公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小一用。如剑仙，谢轩。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吉喜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觅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
虽然我不懂其中之事，不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哟，有故人要来了。谢兄，还不快跑！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啊！就此别过，就送你们几本书吧。哎，这个送你。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，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如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，重柔美，少杀伐。多谢先生。喏，这个送你。前辈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来雪。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情之动人，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。啊？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，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这本书给你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。我只学习了师傅的武功，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。这期间的滋味啊，你自己去品吧。谢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？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。谢轩先生，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，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。外表可以骗人，但是琴声骗不了人。心中义气，琴声尽显，我很欣慰。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你不必明白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没有看错。这本书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。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，你就自己写上吧。长风兄，有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。多谢谢兄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。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凶女人！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，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
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哼，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人，果然是真的。师傅，我错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， 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；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谢轩先生是你找来的？是的，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他最近正在修习一门武功，能够对你有益，我便把他邀请到雪月城，把这门武功传授给你。谢谢。你不用谢我。谢轩和你我的交情都很好，但是想要让他传授武功，仅凭这些交情是远远不够的。他的武功，只教他让他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刚刚抚琴的时候，他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看来此书真的有奇效，3言2语，你便看出了一些门道。真气流转，万法通行。谢轩先生给此功法命名为流转。看来谢轩没有骗我，他说你照此功法修习3年，你的功力就可以慢慢恢复到从前的大半，再加上我的药理之术，就算胜过当年，也是指日可待。但是你要切记一点。什么？虽然他在书上没有提到，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便会前功尽弃，甚至还会有性命危险。短暂的恢复到鼎盛时期吗？3年的时间，其实并不长。确实，我在那客栈都待了不只有3年了。但是术法，术在先，还必须要有法。什么是法？法便是你的心，身体上的病可以医治，可是内心的呢？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出来。阿爹，哎，钱罗。阿爹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，百花会便结束了？哎，你这个丫头哎，爹喊你的时候你不理爹，现在大家都走了，你又怪我们结束的太早。哎，你这个丫头。我听说如剑仙前辈也来了，还给每个人都带了本书当礼物。我的呢？你的当然有了啊，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哇！哎，这丫头啊，怪我传授给她的枪法太过刚猛，所以就缠着我要。阿爹。
你明明可以再夺，怎么放弃了？我若是想脱身，这袖子怕是废了。光这袖子，200两银子呢。你就为了一条袖子，命都不要了？一看这龙须针就知道是大师兄大驾光临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外面被追了1日了，难道回来屋内还得接着跑不成？这平日里只知道你的轻功卓越，今日一试探之后，才发现你的反应跟敏锐也是一绝，只是没有内力罢了。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和大师兄白日里做了一个决定。别说了，你们的决定我拒绝。你都还没听呢，怎么就拒绝了？因为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？此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大师兄，你莫不是想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吧？我们只希望萧老板为我们雪月四节的情谊做出一点牺牲。什么雪月四节？哎呀，我取的名字，真难听。相信我，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上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还真当热闹看了？现在还能再看看热闹，一会儿怕是要针锋相对了。千罗，这么多上场的弟子之中，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的吗？这些人的武功，在我手上3枪都走不过。挑选夫婿，也不能专看武功啊。长相呢？长相，连雷无杰都比他们强100倍。雪月城弟子胜。兄长，你看下面这些人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。无趣的游戏到此结束，我先去替兄长略阵。这是谁啊？段家公子。段宣衡胜。来的是何派弟子？原来是贵客莅临，3城主已经交代过了，有请贵客入城休息。这雪月城今日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为何街道上空无一人？今日是我们3城主千金比武招亲的日子，大家都去看热闹了。此刻3城主应该在演武台看比武招亲呢。比武招亲？对。臧明，臧明在。难得碰到这样的盛会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慢点。萧瑟，你快下去吧。跟这种人打，脏了我的手。现在再不上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没人应战了，这都没人上了。萧瑟，骆明轩，雪月城最美长老尹落霞座下弟子骆明轩前来应战。哼，原来骆明轩一直也暗恋千罗师姐啊，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拔得头筹，着实是令人感动。是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骆明轩一直跟着他师傅混，平时跟我们也没什么交情，没想到啊！那就好好看他的表现吧。你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。要不要咱们下个注啊？我赌我赢，100两银子。好，那我赌你死，200两。哎，萧瑟，你觉得他们2人谁会赢啊？骆明轩吧。为什么？他这赤手空拳的很吃亏啊。这个骆明轩学的是落霞断燕掌，长江都断开，何况是一把破长剑。说的也是啊，看来这一次是骆明轩要跟千洛师姐成亲了，真是遗憾。你遗憾什么呀？哎，
那我当然是希望你和千洛师姐成亲了。你们俩这么般配，你看啊，千洛师姐性格直爽，你一肚子坏水，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才是人间正道呢。滚！真不合适。雪月城弟子骆明轩胜，承让，承让了啊！段家段轩逸，请指教。这家伙来了，他很厉害吗？在这年轻一辈当中，有绝对胜算的也只有唐明了。单看方才骆明轩那一掌的威力，胜算也不小。哎呦，段家少主，久仰大名。你能胜过我弟弟，也算有几分能耐。可我这一关，你过不去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骆明轩中毒了。啊！看起来不对劲啊！师兄没事吧？师傅，怎么样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是徒儿大意了。原来这场比武招亲，雪月城长老也可以下场吗？我替我徒儿认输，这场段家段轩逸胜。宁长老，我看一下，此毒为3寸蛇心，并不会伤及性命。宁长老放心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必将此毒化解。那便多谢了。可还有人愿意上来挑战？卑鄙无耻之徒，还敢这么趾高气扬的说话！哥，连骆师兄都败了，我们之中还有谁能打得过这个段轩逸？就是啊，简直太无耻了，居然用毒！殿下，我们可能来晚了。哦，难道已经结束了吗？似乎是的，应该不会再有人上台挑战了。千洛，段轩逸不是雪月城的弟子，你不能下去挑战的。可阿弟，他用毒。没有规定不能用毒，更何况，用毒的不是段轩逸，而是上一轮跟骆明轩比武的段轩衡。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不是你们非让我下来的吗？不是，以你的性格，不应该让咱们3番5请，你才别别扭扭、不情不愿的下去吗？闭嘴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上去啊？谁上去了？你是谁？雪落山庄萧瑟。你就是那个被枪签收为弟子的萧瑟。你说是就是吧。殿下，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已经有答案了。是楚河上去了吧？是的，堂堂6皇子萧楚河，现在竟然在雪月城参加比武招亲。我听着那个拿扇子的人，武功不是很强。老六为何一直在躲呢？看不明白。24桥扇，阁下轻功卓越，见识也广，只可惜光靠着躲是赢不了我的。赢不赢得了，走着瞧。6皇子的踏云步比起当年更强了，但从他的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魅力的波动啊！难道老六的武功真的全被废了？哼！我已看穿你的步伐，10招之内，你必败无疑。那你就试试。
霹雳子，一颗让你们脑袋开花，2颗送你们回家。吹什么吹？回家！说谁呢？你说什么你？你作弊！你用雷门火器！你们还用毒呢！你闭嘴吧你！萧瑟，把那霹雳子都给我扔出去！好。我路上用的太狠，就这2颗了。你去死吧！干得漂亮！好，这道阎王帖挥得果然漂亮。来，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拿出我们各自的法宝，助你旗开得胜，拔得头筹。什么法宝啊？我的2粒霹雳子和大师兄的3道阎王帖，可值1000两银子呢。这3日呢，就由我和大师兄教你使用这火器和暗器。一个会着天下第一轻功的人，同时拥有着雷门的火器和唐门的暗器，你说谁能胜得过你？对。24桥扇，正面只有23桥，极尽风雅；背面只有1桥，名曰断。风雅以息，只谈生死，不够风雅。你究竟是谁？雪落山庄萧瑟，赢了你的人。雪月城萧瑟胜。他居然真的赢了。他不但赢了，而且赢得很漂亮。楚河总是能做到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，就算是身处绝境，也可以力挽狂澜。殿下，他不能赢。你是担心他和雪月城联姻吗？那他要是赢了，他若是以萧瑟的身份与雪月城联了姻，再等我们把陛下赦免他的口谕带到，那他的势力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不可控制的范围啊！萧瑟，你刚刚表现得很出色。哟，想不到司空小姐还会夸奖我。殿下，皇子婚姻都得宗庙做主，岂容得他私下联姻？可他现在只是萧瑟，不是皇子。殿下，您只要先把口谕颁了，他就是萧楚河。我倒想知道，这场比武招亲的结果如何。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萧瑟加油！师姐加油！虽然你赢了他们，但你还要胜过本小姐的枪。我认输了。这孩子完成了任务，就连再演一下都不可以了吗？藏明，楚河这个人还真是习惯了给人惊喜，也习惯了给人惊吓。萧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输了呗。不是，你这还没打，你怎么输了呀？你们给我的火器和暗器都用光了，我还能怎么打？师姐肯定会让着你的嘛。哎，刘姐，你别瞎说，谁会让着他呀？雪月城打假赛。说什么谁呀？说什么打假赛？这怎么就打假赛了？这样打假赛！你们这些手下败将，都给我闭嘴！真麻烦。比赛已经结束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走了便是。拦住他们，让雪月城给个交代。藏明，既然知道结果了，就替他们收个场吧。北离国白王殿下虎驾至此，尔等跪拜相迎。本王明白了。都怪你！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
你是怕世界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雷武姐，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衡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诺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，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一下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雷无节认可你了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。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节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就过学。原来是同窗。哎，同窗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
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贵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。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。草民在。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0000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臧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！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
一个王爷罢了。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司空城主，二城主，叶姑娘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，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。哎，我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可就好了。怎么样，叶姑娘，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比来之时好了许多。看来我的医术还是差几分火候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唐老太爷那边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根治你的病。这样吧，你让唐莲抽空带你去一趟唐门。劳烦城主费心了。去吧。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听就听吧。她是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，叶孝英知道的越多，事情就越复杂。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。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，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。所以，他是最了解萧瑟的人，而现在的萧瑟，最不想提及的就是他的过去，而叶若依，他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。晨光幽谷乡，是若依姑娘吗？许久未见了，二皇子殿下。若本王没有闻到叶家独有的晨光幽谷的香味，那么若依姑娘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？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，方才觉得面熟，却也不敢相认。我听说若依姑娘一直在城中养病，身体可有好一些？司空城主医术高明，若依的身子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便好，你与楚河自幼交好，能在此城中重逢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？啊，楚河哥哥，他不是失踪很久了？哦，你没见过他吗？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，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，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。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，此行我便是来寻他的。那殿下来寻他，是要抓他回去吗？抓？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。父皇已经免去了他所有的罪错，他之后还是北离的六皇子，永安王萧楚河。啊，那便很好呀。但他拒绝了，我给他3日的时间，你与他自由便交好，帮我劝劝他。以楚河哥哥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情，便很难改变了。但在我知道的人中，能劝动他的，你是为数不多的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
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，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，你应该是拒绝他了。那三城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？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从他的口谕中，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。对，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。唉，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？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没错，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以他的性子，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。听说白王给了你3天时间，怎么？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？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。我当然知道。好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我的女儿怎么样？枪法不错，得了城主真传。嗨，谁问你枪法了？我是说，她的容貌。哦，容貌得了娘亲真传。那性格呢？性格嘛，自成一派，不过还挺特别的。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3日。无心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萧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萧老板心中所犯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无心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？算上来的那一日，已是第4日了。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？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。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，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，所以
才显得很特殊。这雪月城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，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，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。身处凡尘，谁能真正的避世呢？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，可是一枪扫荡了半个天启。唉，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。白王，您是想问我，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，支持萧瑟？不敢妄言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，我所支持的，始终都是琅琊王。怎么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？是。但我就是说了，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事实。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回答你。是。只是本王没有想到，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。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，但我所说的支持，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，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。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，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，我也是支持的。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，真的是一绝呀。本王明白了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啊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
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。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玉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忘提。哼，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哈哈哈哈！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，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，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不，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之心。不算相见。你想见我的心？
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？无心。进来吧。谁？大家长让我来接你。大家长知道我要来。我听人说，这世上有一条河是看不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夜，顺着月光才能依稀看到它。沿着这条河往上走，就能找到杀手榜上排名第1的暗河。没想到果然如此。暗河分3姓：兵器术苏家，内功拳术谢家，医术秘法穆家。3姓各自统领门内高手，以大家长为尊。你是苏家家主吧？苏沐雨。没错，就是苏沐雨。我还听说，你的名字跟你的这把伞有关。你这把伞下有18柄长剑，杀气暴涨时会有18柄利刃喷洒而出，宛若沐雨。你很了解我们。跟你们做生意，当然要多了解一些了。太了解我们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大家长，原已该到。见过大家长。谢家家主谢七刀，穆家家主穆雨木。你好像对我们很了解。如果没有十足的准备，又有谁敢轻易踏入这星落月影河，跟暗河做生意呢？既然了解我们，就该知道来这儿做生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越危险，不就越有意义吗？你说的很对。那么，你给我们带来了怎样有意义的事情呢？我要那只能在暗处的河流流入天际。沐雨，距离你上一次和他并肩一战，是多少年的事情了？12年有余了。如今再入江湖，你和他便是敌人了。你的心里是不愿意的吧？我不赞成暗河参与这些事，但我知道你有你的打算。我是苏家人，一切听从大家长的指令安排。我一直在寻找暗河的彼岸，希望到达彼岸，我们可以脱掉身上这件杀手之袍，重新站立于光明之下。而这件事，便是我们登上彼岸的最好契机。但是会死很多人。暗河之中，最不缺的，便是死亡。虽然你已经在信中说过了，但我还想听你亲口说一遍你的身份。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拜山。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。这就是问剑望城山，大点声行不行？我们第一次来做客，是不是应该客气点儿？谁请你来做客？你是雪月城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哪
拿出点气势。没错，我是雪月城的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听雨剑，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，前来！哎，怎么是你？我不过效仿一下李兄问剑望城山，你这是要杀我呀？什么人？师叔祖。你就是赵玉珍啊？听雨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方才感受到听雨的剑意，还以为是他来了。你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。疯了！雷灭！看你的功法，应该跟齐鹤是同一门。你们姓雷的真的很有意思，没事老闯着望城山做什么？哼，那你再试试这招如何？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赵玉珍有真气护体，就算你出100招也伤不到的。你果然是他的徒弟，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他怎么样？我就是想替我姐姐出口气。你是他弟弟，你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？他说，他第3次上山的时候，要我随他下山，可是我等了他很多年，他却一直都没有来。他来过了。他来过了？不可能，这望城山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，更何况是他来了。那一年你闭关练功，后雷云鹤前来挑战。你断其一臂，将其赶下山，但自己也元气大伤，几乎走火入魔。在所有天师的加持下，闭关养伤。在你疗伤期间，李寒衣确实来了。这件事应该整个望城山都知道。我确实不知。师傅，当年我还没拜入师门呢。我当时还没出生呢，师叔祖。玉珍，殷师伯，殷师伯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你师父最后闭关的那一天吗？玉珍呐，你这一生不能下山，因为为师算出你的天劫。师父的话，徒儿不曾怀疑。与天斗，无人胜出，但为师想试一试，看能不能骗过天。什么方法？你入神游玄境。入神游？一旦入了神游，所谓的天道再也不能束缚你。为助你修成天道，望城山上下严防死守，不许任何人入山。可偏巧那一天，雷洪要到山上找你试剑，山上的弟子拦不住他，眼看他要入山，这时候李寒衣来了。是我作践坤天了。你回去吧，待你练到剑仙一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但今日这望城山，你上不得。剑仙，我一定会成为剑仙。
些了吗？在几位天师的帮助下，已经恢复清醒了。但是，若想要恢复寻常，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好，那烦请吕掌教跟他说一声，我来过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。最终，天道没能修成，你和掌教都负了伤。没过多久，掌教故去，此事就再无人提起。为什么不能提起？我捡那么傲气的人，来了3次都没能把人带走，他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赵真人，我们此行要去雷门赴宴，雪月剑仙会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去？还有我师傅，我师傅就是雷轰，他也在雷门。小子，我若不下山，会怎么样？我姐会跟我师傅见面，我师傅可能再也不会让他离开了。若我下山呢？一切尽在你的掌握。你说的对。那你到底是下不下山啊？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半醉半醒日复日，花开花落年复。你们走吧。那就走呗。无头无脑念首诗，那赵玉珍到底是下山还是不下山？哎，师傅的心思没人能猜透的。哎，你们师傅若是下山，真的会引起风云巨变的。师傅倒是没有真的下过山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师祖诓他的，想骗师傅一辈子留在望城山。师祖才没你这么无聊呢。掌教的命格是天命，师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天命。行了，赵玉珍来不来，在于你姐，在于她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于你。你已经把你该说的话都说好了，现在就走吧。我觉得不管是李寒衣还是赵玉珍，以他们日行千里的剑仙境界，去个雷家堡真不是什么问题。换做我们，再不等就成笑话。走。也是啊。哎，这天不天人不人的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信一点：事在人为。告辞。告辞。有个问题忘了问你啊，你是怎么说服你姐陪你去见雷轰的？以她的性格，她不会同意的。其实我骗了阿姐。哟，你还会骗人呢？我私下骗她说，我师傅得了重病，就快要不行了，临走之前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了却心中遗憾。阿姐就同意了。你师傅知道你这么周到？他要是能见到阿姐，我说什么他都乐意。想不到雷无姐，连你都会耍心眼。哎，这我还得叫你一声师傅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去雷家堡，你不会迷路吗？放心，我在雷家堡生活了10几年了，我记得它的味道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跟我来。你已经走错了，滚回来！啊，自己看。带什么路？那个人果然不是萧楚河。萧楚河整整消失了4年，如果他再度出现，一定会变得与过去不同。你见过他？曾经在天启城远远见过他一次，那一次得到了杀死他的命。不过有人抢先动了手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他死了。这件事情大家长知道吗？大家长知不知道并不重要，萧楚河是真是假也并不重要。暗河只需一个契机，踏入那座天启城。是啊，我们在黑暗当中待的实在是太久了。你现在要去杀那2个年轻人吗？
以你的实力，有些大动干戈了。我会连夜南下去拦住一个人，这个人似乎也要赶往北门，他会是这次行动的一个变数。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般如临大敌？雪月剑仙李寒一。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去路？刘姐，这次遇到的人跟以前的不一样，你要清楚一件事，他们是真的来杀人。那他们到底是谁？暗河。暗河？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前8席次的杀手组织吗？没错，我姓苏，苏家苏昌黎。自报家门的杀手还是头一次见。告诉你们名字，是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叶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脉象怎么会如此之乱？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已经到了。师叔，随我回去。你要忤逆师门吗？可我偏偏有2个师门，但你姓唐，为何非要如此？难道唐门真的要做叛蒙背义之事吗？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。身为唐门子弟，你只需要懂得遵从。可百里师傅告诉我，凡做事之前，先问本心。够了，唐莲，你姓唐，唐门的唐。当初是你们送他去雪月城，如今却要斩断他与雪月城的关系。百年世家，先求唐门，就是这么对待门内弟子的吗？唐莲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是唐门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唐莲，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兵粮，走。叶姑娘。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神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叶安石，在天外天我叫叶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了。截住景霞了吗？今日得到消息，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和谢家家主谢奇刀合力阻止李寒一北上，但李寒一看穿了埋伏，最终突围而去，目前行踪不明。看来暗河已经动手了，老九也太擅作主张了。唐门三老呢？那3位老爷子原本不想露面，可那时李寒一已经突围而去了，他们迫不得已现身，也没有追得上。至于唐门为何会和暗河联手，我猜是九皇子在动身之前就已知晓了唐门，他们知道殿下与九皇子的关系，便以为这是殿下下的命令。老九为何会如此确认暗河会和他协作？因为九皇子他冒充了一个人。谁？萧楚河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啦？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
最好的剑。你看看，这剑谱第10，无忧，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动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唯一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，位列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，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，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心。对，这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！它与剑主心意相同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本来就是你母亲所佩之剑，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，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，到我这剑心冢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要与新月比武，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，
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蒙莎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信件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再见。哎，小子，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它交流，它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。傻孩子，没关系。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好，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仙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使命。小子，听说你躲了1夜的追杀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再试试这把仙剑的威力。外公，你这剩下的剑你都还没讲呢。虽然说剑谱前3甲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不过呀，从天下第1铸剑师的嘴里讲出来，那还是非同凡响的。好，我就应了你。来，这剑谱第3，铁马冰河，其剑乃是世间极寒之剑，原封在昆仑之巅，曾为绝世昆仑剑仙所有，现为雪月剑仙李寒一所配。阿姐可真是厉害，不继承新剑，去继承那把更厉害的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！既然有了新剑，就应该说新剑是最厉害的。咱们能输给阿姐不丢人。
这剑谱第2大明朱雀，其剑为无双城镇城之宝，现藏于无双的剑匣之中。这剑意锋锐，出剑必见血可翻，现为无双城的城主无双所有。也不知道无双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把剑。哎，能拔出大明朱雀的，就证明他已经是剑仙了。那就只剩下最后这一。哎，外公，这最后一柄剑怎么是空白的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剑谱第1，天斩，天下第1剑，天道之剑，非天命之人所不能持。现供于钦天监，有国师齐天辰守之。这天斩乃是开国皇帝留下来的神剑，已经有几百年未曾现世了。我虽然是剑心中的种主，我也没有见过此剑，自然也就画不出来呀。这几百年都不现世，他不会都锈了吧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像本朝的开国皇帝那般的天命之人，又岂能是那么容易便出现的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陛下让白王传了道口谕，召萧楚河回天启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这个人真要回来了吗？那也未必。你的选择是？泰安殿牌匾上，龙峰卷轴内，写的谁的名字，我的选择就是谁。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。而我们可以最终影响写在卷轴上的名字究竟是谁？我提醒你们，武大剑奉命行事，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。我只是说影响，又没说指定。金仙太过敏感了，不是？谨言说的没错，若是以前，我们可以等圣上来定夺。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，这一切全变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是白王的授业恩师，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。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，是最大的威胁。嘘，你不该在未和我们商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陛下，更不该还没搞清楚那个人是否是真的萧楚河的情况下，没错。告诉我们，于师国那事的原委，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分？你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嘿，皇子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大见。近1年来，有几十匹人马先后离开了天启城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？他们分别去了雪月城、无双城、木梁城、江南雷家、蜀中唐门、岭南老字号温家、望城山、武当山、少林寺、云林寺，甚至去了方外之地的天外天，以及无处可寻的暗河。是啊，几乎所有的武林大家、白赤两王都派了人马前去。如今这朝堂上的纷争还没有结束，江湖上的争夺已经开始了。没错，你们说的对。谨言啊，你刚刚是说想要影响卷轴上的名字？
哎呦！哎呀！大剑呐，大剑！君言一时妄言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心思，但是武大剑以圣上的圣意为准，圣心难测，伴君如虎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方可长久留存。如果谁想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就趁早退出武大剑。属下不敢。虽然你不曾做过选择，但我知道，你一直很欣赏六皇子萧楚河。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呢？这些皇子，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只因为我们的利益驱使，才让他们变成今天这副模样。哇！我的书！二哥，我来。楚河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嗯。二哥，你就别看书了，你看书都湿了，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。楚河，你天天被学堂老师骂也就罢了，还想害得我也被骂？二哥，其实啊，这书的内容我早就会背了，只不过是记那老头罢了。啊，嘿，别吃！你看你那手脏的，回去洗干净了再来吃。听二哥的。不能吃！不能吃！什么不能吃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来。哟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事求我，说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就问问你，那个王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尹长老说你们还是同窗呢。叙旧闲聊，没什么正事。行，你有秘密瞒着我们也没事儿，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。那个，比武招亲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一桩大事了结，要不去城里逛逛散散心？说正事。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，我想你陪我去串串门呗。没出息，你自己去找她呗。我多不好意思啊！司空千洛跟他是好朋友，你找司空千洛。千洛师姐我去找过了，她不在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来了是吧？不是，萧瑟你就陪我去一趟吧。你昨天那洒脱劲儿去哪儿了？你把这些都吃了，咱们再聊。啊！萧瑟，这顶好的红山朱颜，若是再多煮一颗的话，便会失去它最好的滋味了。啊！参见殿下。我和藏明在城中闲逛，忽然闻到了这股茶香。我还在想，这雪月城中，谁还会喜欢喝我们天启城中的茶？却没想到，还是如云姑娘。许久没有见过家乡了，便想寻一下家乡的味道。殿下见笑了。不准备请我喝一杯吗？殿下请坐。萧瑟，
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啊，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哎，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，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是个代号嘛。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。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？来，坐坐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？谢过了，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嗯，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平时处处跟你作对，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雪月城李寒衣，暗河苏沐雨，还
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，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2个家主联手，哼，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快走啊！快点儿！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，你告诉我岂不丢了？那苏厂里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！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。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长礼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长礼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快！这好。好多人啊！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？姐姐姐姐，你这么好看，叫你相公给你买朵花吧。我不喜欢花。重点是相公2个字吧？可是你看，大家都有花呢。最近是我们九霄城的花神节，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有插花的习俗。那就买1朵吧。入乡随俗，就当求花神庇佑，保个平安。是花神节的烟花，好美啊！始终如书签，从此策马江湖梦不复原。在想什么？想起小时候，每年元宵节，我都会去烟火大会。我小时候啊，总被人挡着，我二爹就把我放在肩膀上。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雷门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火气被这么用，一定会被气死。啊？我要表演了！我要表演！我要表演了！乡亲父老们，过来看看啊！过来看看，我要表演啦！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！好。
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啊！谢谢。雷门不逊啊！走，大哥，走。哇，铜钱的味道。你个臭小子！哎，小子，咱们现在死不了啊？是吗？啊！你再这么张扬下去，这百里之外的人就会知道，这儿有一个傻乎乎的雷门弟子用霹雳子放烟花，到时候不死也得死。哎，先不说这些死不死的，咱们先去吃顿好的。哎，哥哥，刚刚我看烟花入明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哟，肖老板，抠门的肖老板居然给千落师姐买了束花。少废话，付钱。行，来，谢谢哥哥。去吧。走，带你们去吃顿好的。走吧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叶若依拜见唐林月长老。大将军叶笑英之女。正是。师傅，不是说对叶姑娘的病有医治之法，才让我把她带回唐门的吗？司空长风是药王的传人，他尚且医不好，老太爷能有什么办法？况且老太爷已经闭关数月了，连我都没有见过他。那是谁传假消息给雪月城的呢？是我。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若依今日要见的，并不是唐门长老，而是天启四守护之一玄武使。你今日来见我，是因为那个人出现了吗？当年琅琊王谋逆案中，琅琊王甘心赴死之前，将他最看重的六皇子萧楚河托付给了他的4位好友，也就是天启四守护。如今青龙和朱雀都已经见到了他，也到了该玄武使出现的时候了。天启四守护，师傅，难道你让我在雪月城等的人就是？你要重聚天启四守护，跟随萧楚河重返天启城。大将军叶小英是把宝压在了六皇子身上吗？小的时候见到他，觉得这样的人就该登上那个位置。我不管父亲怎么选，反正我选他。只可惜你来晚了。来晚了。你看外面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雪月城背后有3大世家支持：唐门、雷家和温家。其中唐门与雷家一直不睦，与雪月城结盟只是形势所趋，以及我与3位城主交好的原因。如今形势有变，看来唐门的老爷子们有了新的想法。新的想法？现在雪月城里，只靠枪仙一个人，已经镇不住唐门的老爷子们了。有人悄悄拜访了他们，那个人开出的筹码，可是要比雪月城高得多。是什么人？北离2皇子，白王萧崇。唐莲，百里东军都教你什么武功了？百里师傅教了我一套内功心法，叫垂天，以及一套拳法叫海运。百里师傅说，心法强身，拳法护身。平日里对决，还是以唐门的外防绝技为主。百里东军大概是看出你性格过于平实，所以传了这2套武功。这2套武功的精髓在于逍遥2字，但你似乎并没有明白。是，还请师傅指点。当年唐门那么多弟子，我选中你，便是因为你的平实，但平实也会害你。
人生在世，总要做出取舍。这是玄武令，叶姑娘，当年我们答应琅琊王，世代传人都会守护六皇子周全。如今我把玄武令给我最重视的弟子了，守护六皇子君临天启城的任务，就交给他了。师父，你不必担心，我把玄武令给你，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。但今天有一件事你必须做到。暴雨梨花针，你信不信？你按下去，死在暴雨梨花针下的人是你们。我信，因为你是唐门第一的唐连月。但今天你不能走，就算我们两个都死在这儿，外面那几十名弟子也都死在这儿，要把你留下来。我并不想走，但这2个人，你要放他们走。是老太爷要见的人，我做不了主。有没有走的理由，要看他们的选择。唐莲，带叶姑娘离开。是。走。老太爷。老爷子，您也来了。许久没见你了，来看看你。唐莲，我与老爷子说会儿话，你们先走。好，走。老爷子，这次我还是让你失望了。3碗阳春面。多谢。客官慢用。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这几个钱了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这话有点萧瑟的意思了。少佐，这面还得是你雪落山庄的好吃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我开的客栈，就连厨子也是方圆百里最好的。又在吹牛。怎么是吹牛呢？我骑最好的马，穿最好的裘，就连朋友都是最有义气的。师姐，他刚是在说我们吗？大概是吧。萧瑟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“朋友”这2个字呢。那他之前都怎么叫你的？小笨货，不对，小憨货。我有你说的那么不讲情面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朋友，可你欠我钱，这本来就是2回事。那这碗阳春面500两，我让你吃了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又不是付不起这钱，就当是你那天在望城山下的救命之恩了。那天你要是弃我而去，苏昌黎在哪儿，我必死无疑。那你别吃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朋友，就算你萧瑟是街头卖艺、玩杂耍赚钱的穷光蛋，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但是你把情谊换成银子，你别说是500两，5万两我都不跟你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这朋友赴死？那你未承诺呢？比如，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母亲留下守护的承诺。这一个是情义，一个是责任，有什么区别？情义是我雷无节闯荡江湖最看重的东西，我可以为之生，亦可以为之死。那责任是我出生以后便背负的，那是我不得不做的承诺。那倘若你要守护的人，你要守护的人要杀我，怎么办？那便说明我母亲他们错了，那人不值得我守护，我带你跑就行了。那再如果你要守护的人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雷师弟，怎么这段话还把你自己感动哭了呢？这我没哭。
怎么了？弹指罪，好见识。怎么回事？夏嫂，我们中毒了。接着，精通凝水诀，并且能和弹指罪相结合。你是暗河穆家人。暗河穆家，穆英。你们这帮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你刚刚服下的是蓬莱丹吧？这种奇药确实能对抗我的弹指罪，可他二人已经中毒了，再服下这丹药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这就是雪月剑仙所传的止水剑法。